对，我住到红灯区了。新加坡的租屋呢，跟台湾完全不一样。首先让我觉得最吃惊的就是新加坡的房租真的是非常的贵。台北是全台湾房租最贵的地方，没办法，台北地狭人稠嘛，房价贵，当然房租自然跟着高。新加坡呢是整个东南亚地最狭人最稠的地方，当然房租的可怕是可想而知的。简单来说呢，这边的房租行情大概是台北的2倍。就是像说，在台北可能租一个套房1万多块这样子，在这边呢，光是租一个房间就是1万多块。像举例来说好了，我之前自己一个人住在天龙邦大，我租一个普通房 common room 就是800块，那再加上水电网路50块，就是850这样子。每个月的钱其实很多都被房租吃掉了。除了房租之外，第二个跟台湾不一样的就是这边没有像分隔套房出租这种东西，因为基本上都是不合法的，所以说这边的租房子一般来说都是以租房间为主。如果是单身上班族啦，通常都是租普通房 common room。普通房就是一个单位里面呢，你自己只用一个房间，那你的厨房、卫浴、厕所、客厅啊都是跟人家共用的。那除了普通房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房间叫做主人房 master room。master room 就是普通房再大1号，它自己专属的卫浴空间。所以在新加坡啦，大部分会住到 master room 的，通常都是情侣啊，或是夫妻比较多。那如果是整个家庭一起过来的话呢，通常他们会租整个单位。除了房间之外呢，新加坡的本身房子大概会分成3种。第一个就是 HDB，HDB 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国宅，那是这边新加坡政府设计给新加坡公民，可以用一个比较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的房屋。有点像是住者有其屋这种概念啊。那因为新加坡大部分的人都住 HDB， 大概有高达到80%多，其中也会有很多拿来出租给外国人客工，就像是我这样子。除了 HDB 之外，还有一个叫做公寓，它就是有比较好的安全性，它有自己的围墙，还有门禁设备，它有警卫保全，那它也有额外的设施，像是游泳池啊、健身房等等。因为公寓一般来说它的售价其实会比 HDB 高，所以连带来说它的租金也会比较高。第3个呢，新加坡的房子叫做 land property。land property 就是有地住宅的意思，它就是有点像是台湾市区外面一点的透天这样子。这种房子在新加坡非常的少，所以呢，它会拿来租人的就更少。但是它的租金非常贵，因为你是租一整栋房子，绝对会比直接租一户 HDB 或一户公寓来的贵很多。新加坡租房子大概怎么样的步骤呢？第一步，你要先知道自己的租房子预算、需求还有地点。那一般普通房的话，可能是600、700到1000多都有可能，看你是住 HDB 或是公寓。那主人房来说，应该是都1000起跳啦，大概1000到1000、1600、1800都有可能一样，看你是住市中心、CBD、古捷路，还是住比较远的地方。其实有蛮多人啊，因为房租太贵了，所以有蛮多人会用大房。大房就是说你跟另外一个人一起住一个房间。大房的话，当然你的每个月房租开销就可以压到非常低，你可以存更多的钱，或是你可以把这些钱拿去做投资啊，或是去体验人生啊，去上课、去游玩这样子。第2步就是上网找了，因为这边的住宅出租啦，它不会像台湾这样子，就是在外面贴一个出租，写个号码让人打电话。最常见的呢就是上网找啦。那这边有很多租屋的平台，像是 Property Guru 啊、SRX、Carousel、SG 租屋资讯。台湾人在新加坡，这是一个 Facebook 脸书的社团，里面有很多台湾人会在里面分享租屋资讯。那还有像是狮城网这样子，狮城网比较多是华人使用的平台，里面都是以中文为主。这边租房子大部分屋主都会透过中介来找房客来做代办啊、签合约或是去公证啊这些流程这样子。所以说最后你租房子啊会有一笔开销，就是除了你的租金之外，你还会额外多一笔中介费。中介费大概是半个月的租金，行情价这个没有明定。另外有一个呢就是 stamp duty， 租房子要签一个合约叫做 tenancy agreement， 那这个要拿去 IRS 做登录，这样政府就会知道说，这个外国人客工他在这边有一个合法的住所。这个呢盖章他要收取一个 stamp duty， 这个也是要收费的。但好处是你有一个政府公证的 tenancy agreement，
这个呢之后你去银行开户啊，或是去办信用卡，或是去办网络、办电话，都是一个很好用的居住证明。实际来看一下，在 Property Guru 这个我个人最常使用的新加坡租屋平台网站，实际找房子状况吧。我们来看看 Buona Vista， 这是黄线跟绿线的交汇处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以普通房来当做范例吧。那我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来试看看500到1500这个范围。好，这个租金是850一个月，是租房间，这个是它的地点。那这个号码呢是6码的邮递序号。新加坡每一栋建筑都有自己邮递序号，这真的蛮厉害。有时候你在 Google Map 上直接打邮递序号，它都可以帮你带过去。好，这个单位是 HDB， 那大小呢是101 square feet。我们台湾是用坪啊，那一般来说的话，一坪大概是35 square feet， 所以这个大概是可能3坪左右啦。这边会有一些细节，有冷气，刚整修好。实际上它的地点跟它附近的周边 Google Map 显示的状况。好，那上网看完房子，下一步呢就是打电话跟对方约时间。那看房子呢，有几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，因为这边有蛮多是跟屋主一起住的。那跟屋主一起住就会有一些纠纷嘛，像是可能屋主会怀疑说你是不是拿他的东西。有时候有理说不清啊，你可能没有拿，他也会不喜欢说，你夜归怎么样影响到他们家小朋友啊，或他们老人家的作息，所以租房子是要特别看一下。看房子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你住的区域，像一开始我不懂，我就住到给浪去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跟我老板说，我已经找好了，在给浪哪里，他就很紧张，问我签约了没，定金付了没，然后他想说，为什么老板要问这么多？不就是租的房子吗？结果后来才知道，原来给浪是新加坡的红灯区，我住到红灯区去。还好后来就搬走了，因为那边真的太吵了。另外呢，看房子的时候，如果你时间允许啦，最好是白天晚上都去看一下，因为有时候白天安静，可能晚上很热闹。看房子，如果你觉得喜欢，那价格也合理，那下一步就可以签约了。签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东西？基本上呢，你们谈的价格是不是包含水电网络？这边会叫做 utility fee。电费账单呢，有的是按人头去分，有的是他固定每个月给你收50块，我都有遇过啦，这样子。这个之外呢，也要特别留意一下，说，如果有污损，像是说，洗衣机坏掉，冷气机坏掉，日光灯坏掉，这些东西是谁付？是房东付呢，还是房客平均分摊呢，还是弄坏的人分摊呢？这些如果都先讲清楚的话，到时候有发生这些事会比较好理清责任，也不会弄得彼此不愉快啦。那最后一个就是，如果要提前解约，要多久的告知期？那如果是我们房客解约，要怎么付违约金？那如果是房东解约呢，要怎么处理呢？这些细节在一开始签约前能谈得越细，当然越好。那最后交屋的话，除了拿钥匙搬家之外呢，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屋子的状况，跟一些他家里设备的状况啊。像我自己的经验，我那时候住在 Telok Blangah， 我住到一个我学普通房，那中介跟我说，这个都新翻修的啊，很新啊，你是第一个人住啊，就很棒，把握机会这样。结果后来搬过去呢，东西放好才发现，根本就不是新的。墙壁上裂痕啊，荧光笔，床垫上还有脏污什么什么的，很多东西。但是我一开始看房也没发现，那怎么办？马上用手机照相照起来，并且当下就要发给中介或屋主，不要等到最后搬家前才拿出来，那个没有用哦。就是你要跟他们说，我搬进来之后就发现这些东西了，本身就有这些污损，那这不是我的责任，一定要理清。因为我自己有这样子做，后来最后我搬家的时候啊，中介人来看就说，你这边怎么墙壁脏脏的，干嘛？我就马上拿讯息给他说，我1年前就跟你讲了，这边一开始就脏了，所以不是我的责任。那以上大概就是租房子的流程啦。那如果各位还想知道什么新加坡生活工作有关的事情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拜。